大家好，我是黄景瑜，订阅优酷全明星自频道就会有机会得到我的签名礼物，关注节目的微博和微信就会有更多精彩礼物和花絮。欢迎来到优酷全明星，有请本期主讲人黄景瑜。优酷全明星撕掉标签，展露真我。大家好，我是本期的主讲人黄景瑜。我入行的时间比较短，有很多的朋友认识我，也有很多的朋友不了解我。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导演组准备的接彩。你们认识黄景瑜吗？认识。我对他不是很了解。我一同学特别喜欢他。我好喜欢他，我好喜欢他。你是通过什么方式知道他的？看那个网剧。他来过中传打球。微博首页还有朋友圈，好多人都在刷他。不知道他为什么最近特别红。他现在在微博上都9万赞、10万赞的，感觉像是一夜之间突然爆红了一样。他在网剧里面的学生的感觉还真的不错，演技特别好。我觉得黄景瑜是一个很 man 的人，感觉挺阳光的。他小伙牙好萌啊，好喜欢他呀！阳光暖男。我觉得黄景瑜特别帅，那个身材特别好，长得特别帅，我特别喜欢。他好帅啊，好想嫁给他。我祝他以后演艺事业飞黄腾达，得到更多人的喜欢，然后在演艺道路上越走越好。这一段接彩主要就是说黄景瑜这个人很帅，身材好，又有内涵。节目组根据接彩给我总结了一个标签：爆款男神。这个标签我感觉还是比较重的，给我感觉我可能还没到那个份儿上。那么下面这个跟大家聊聊这个标签，讲讲我的故事。我是一个就是特别普通的家庭，我爸是司机，我妈是会计，从小也算是家庭和睦，比较温暖。小时候也算是被大家喜欢，反正我每次跟我妈出去，朋友啊什么都会说：“哎呦，儿子长得真好看啊！”有什么大眼睛怎么着？我那时候以为都是真的，后来我发现我根本眼睛就不大，应该是给我妈面子吧。小时候淘气，你看那时候没事，刚上小学的时候，东北不是有那个暖气嘛？暖气是需要那个锅炉房，锅炉房是靠什么发热呢？上面烧煤。然后我姥姥家后面就有一个院子，放了一个煤山啊，这是我们一冬天要用的煤。我小时候没事在我姥姥家就下楼玩，然后就跟着这些小伙伴一起爬煤堆、爬煤山，结果回家真的就剩俩眼球了。然后新衣服、新鞋都脏的也洗不出来，然后我妈也就是很客气的给了我2下。是我妈对我的管教也不是特别的严，但是也没有很放任我自由。我小时候我妈可能是希望我能读一所好的大学，找一个好的工作，然后作为一个文艺青年嘛。我觉得我妈应该是这么想的。所以我妈一直很督促我学习，就小孩都不爱写作业吧，反正我是特别不爱写作业，我暑假作业都给我写哭过。我上3、4年级，暑假作业留太多了，我记得最后是写作文啊，还是写日记啊？暑假一放了1个多月，快2月，让我写60篇日记作文，我1篇都没写，后天就开学了，在家给我急的，我让我妈帮我写，我妈说我不能帮你写。急得在家直哭啊！老师说我怎么办？后来我也想通了，最后找我妈，我妈也知道这事儿。在学校还是比较招人喜欢的，有一些忠实的粉丝，会经常有人来班级门口看看我啊，收到一些小纸条呀，然后我那收纸条我不当回事儿，我就拿回家放桌上，然后我就出去玩了。我妈看见了，我妈后来特别紧张的说那个你最近在学校怎么样？我以为老师又打电话了，我想
我说挺好的最近，我说我啥也没干最近。我说那你跟学校同学之间相处怎么样？我说相处的都不错。我妈说啊，我妈说这个有没有什么小女同学关系特别好的呀？然后我就想怎么回事？我想谁来我家找我妈了？然后我说可能，我说有啊，我说应该有还是应该没有？我说有吧。我妈说你说实话。我说有。我妈说是那个给你写纸条那个吗？我说哎呦，我以为多大事呢。我说纸条，我说是有人给我写纸条，但是我也不知道谁写的。我说他也没告诉他是谁。然后我妈一开始比较担心这个，后来也就习惯了。表白有一特别猛的，我印象特别深的，有那么一个女孩啊，过来跟我说：“黄靖宇，那个我喜欢你，你跟我好吧。”我这大小是个小男生，是不是？我对他其实我就是普通同学关系，我也没什么感觉，我就看了一眼，我就走了。但是结果万万没想到，他有个哥哥。他哥吧比我大2岁。有一天放学，然后一到门口，我就看到对面站了那3、5大汉，我就感觉情况不是很好，我就假装看不见，哎呀，然后后边叫住我了，黄靖宇，啊，越喊我走得越快，越喊走得越快，结果后来被人拍了一把，哎，部长。然后他叫你听不见，我说哎呦，我都着急回家，我真没听见。然后来你过来，我们跟你聊聊天。然后也是很不情愿的就把我拉到了一个人不太多的小墙角。然后我们也是非常愉快的聊天嘛。啊，你就是黄靖宇啊？我才是我。人多呀，你这客气点啊，要不然话没说，不合适了，是不是？啊，他说听说你挺牛啊啊！我说我属猴的。然后结果属猴没想到挨一巴掌。他说我有个妹妹啊，就是特别喜欢你，但是听说你不太愿意理她。我说我这个年纪也小，而且我的经历也少，上学嘛，同学关系好好相处嘛。我说这样不合适。然后反正最后也是被稍微一些小威胁嘛。但是我想我堂堂一东北大汉，我被你们3、5个人堵在墙角，逼我，哎呦，我当时心里特别不爽。但是这个火都到嗓子眼儿也不敢发出来。对，您说的对，是，好不容易给我放走回家了。小时候也是家里也没钱，但是我也不爱跟家里要，然后自己出去找工作，然后也做了不少工作，比如说这个服务员呐。我记得当服务员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次好像是一个来了一帮大学生，他们是什么聚会啊？毕业也不怎么知道是什么东西聚会，然后一帮大学生吃喝，剩下了很多啤酒，然后我给收东西。我本身我也爱喝，反正看着1箱开了都没喝。我说一般咱们这样的怎么处理啊？他说要么就喝了，要么倒了。我说倒了太浪费，我说要咱就喝了吧。他们说那也行，反正晚上了嘛，晚上那都12点1点，我们该下班了。我说那就喝吧。本来想赶紧说完，然后下班回家的，然后想这酒也别浪费了，上冰箱里拿点凉菜出来。这3个人就在那喝，但酒量也不好，三小伙，1箱可能刚喝完就都醉倒，都睡那儿了。第2天老板来这顿骂，让你们干活让你在这喝酒吧，扣工资，扣了我那好几百块钱那次。经过了这么多的工作经验之后呢，我也得到了一些成长，对自身也有一些沉淀，然后我就开始慢慢的接触到了这个模特行业嘛。其实一开始不是做模特，一开始我做的是一个电台的，我们说好听的是编辑，但是其实就是一个打杂，然后接电话，这一天就上3、4个小时班，剩下也没什么事儿干，
然后那时候工资也很低，也很难养活自己。有一天跟朋友吃饭，他们就说，哎，你个儿这么高，然后长得也不丑，说你去做模特吧。说我认识那个模特经纪人，说给你介绍一下，去试一试。我说行啊，介绍一下，然后认识了之后，因为模特你们不知道，模特是需要那个，像我这种没公司的野模啊，是需要出去面试的。所有工作你都需要跑面试的，每天那个经纪人会给你发很多通告，然后就是什么地方、什么工作、什么要求，然后每天会收到个可能多了收到7、8个，少了可能收到1、2个，每天就查地图，然后挤地铁去到这个地方，然后就这样做了一段时间模特。然后一开始是走秀嘛，T台，各种发布会啊、时装周啊，到后来慢慢的发现自己长得好看，就去开始拍东西。我记得我第一次拍东西，他们也是类似这个淘宝一个性质，是拍衣服。我记得那时候去拍，好像是一件衣服是6块钱啊，5、6块钱。然后我就那个其实收入很高了，对我来说，我最快大概我一天1下午吧，我能拍300件衬衫。但是拍衬衫，其实拍衣服啊，这个量大有点什么不好。如果你拍 T 恤衫，你就会肩膀啊，然后这个脸上一直要补妆，因为一直脱嘛。如果你拍这个衬衫，一个衬衫那么10来个扣子，一直解扣子，然后就把手指尖全磨成那个血泡，然后这脖子全都蹭的都是那种擦伤一样的。然后做这些工作，其实这个当时来说收入还不错。你想一件6块钱，300件，361000多块钱一天，不少了吧？我记得我有一次印象很深刻的是，我是拍一个服装，我从上海飞到广州去，那次是要拍个70、80套衣服嘛。飞到广州之后，就开始拍了一半了，然后那边老板打电话说不用拍了，说你这效果不好，因为我有点壮的时候，衣服穿我身上都是袖子就很短，他们说不用你拍了。我想那不用拍了就不用拍了呗，那就算了。我说那你把前面拍的钱给我。他说你照片我用不了，我给你什么钱呢？我说你照片用不了，我又不是没拍。他说那你拍了没用，我给你什么钱呢？我说你用不用你的事儿，你该给我钱的给我钱。是这个道理吧？对吧？你照片在你相机里，你不用你，我付出劳动了嘛，我还大上海飞过来的。后来他也是。反正也怪我尺码报的不好，尺码没报对，把胳膊练得太粗了。我感觉侧面照相的时候，胳膊就和脸一样宽。我是有健身的习惯，基本上就每天练，没事儿就去健身房待着。所以现在问我如何保持身材，其实我从来都没有去刻意的控制饮食啊，去怎么故意减肥啊，都没有，都是因为有一个运动的习惯。因为所有运动的人都会一个比较好的身材嘛，这就是运动对你带来的最大最满意的答复嘛，给你的回馈。那下面让大家看看我的健身成果。俯卧撑这个东西是一个，就是你做的越快反倒没用。这个东西你30秒做1个、做3个，那是最练肌肉的。但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越多的，我们挑战一下好不好？看看30秒到底能做多少。别叫啊，别吓到我。有一次在网上看到一个就是这个格雷西柔术的宣传视频嘛，然后我就看这几个老外特别能打，我就对这个就特别感兴趣。然后那时候在家就不断的搜视频，搜那种教学视频，但是因为这个进中国进的比较晚，而且很难看到这些视频，但是我就一个视频可能看个几10遍，一直学那动作，练了一段时间，然后体力也不错，然后到后来再后来慢慢就
到了这个比较专业的柔术馆嘛，然后我就开始真的是潜下心来，就一直练习，然后就不去健身了，就开始彻底的是学习柔术了。520那天，超哥发了一篇微博，说什么那个，你喜欢谁？反正超哥是说要帮大家做表白的这么一个东西。一开始我没看到，但是有很多粉丝在里面帮我表白嘛，行。然后我想，哎呦，我想去应该表白一下啊。然后我就在超哥的评论下面我留了一条，我就艾特了一下超哥，但是万万没想到，超哥竟然回复我了。超哥，发了一个微博艾特了我，很激动啊，因为这个感觉突然距离近了好多啊。我这个很喜欢的人，他竟然真的看到了我对他说的东西，对吧？也真的看到了，我也看到了他的回复，当时就是开心了好几天。然后后来我就回了这一条，因为我看超哥他们跑男4名牌嘛，我觉得柔术是一个特别适合4名牌的运动。超哥看着我先教你一招。正面对峙的时候，因为我大概看了他们要这么勾很难勾到，所以呢，我就教大家一个，你对视做出一个对视的样子，这样。如果对视的时候，你一下抢手抢到了左手之后，不会拉下来，直接手扣住他的这个大臂后侧往前拽，我完整先做一下。如果在强抢，就是这个的要领是你要把你的体重勾在你的这只手上，然后把这只手勾在他的大臂上，然后往前拉，自己往前上步。上步之后到了背后嘛，你到了背后是不是你可以这么扣住他？那我能不能反击呢？扣住他，你可以反击啊，可以反击啊。我不反，我不反。到了这个位置，我感觉就是可能4名牌方便一些啊。你想怎么撕，想跳着撕，比个月亮撕都可以。谢谢。我觉得这个训练柔术，它不仅是可以让你有个好的身材，然后让你有一个好的意识，对吧？大家有一个运动的方式，有一个这种格斗技的爱好，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然后模特行业做了这么些年，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就走上这个演员这条路，我就去做了演员。我记得有一天我在家，突然有一朋友发微信问我说：“哎，你想不想拍戏啊？”我说可以啊。他们说你要拍戏，北京现在有个剧组招演员，他们希望你能去面试一下。我一开始还以为是骗子，让我上北京。然后后来我就仔细打听了一下，好像是真有那么回事儿。然后我就去了嘛，人家也是比较满意，然后就比较顺利的当上了演员。一开始我有压力，因为他们都是科班，就我不是科班。如果演起戏来，我怕演得不好啊，或者是那个 NG 次数太多呀，就会有压力嘛。但后来我又换了个想法，我想他们都是科班，就我不是科班，那我还有什么压力，对不对？那我就正常演就好了嘛，反正我演坏了，别人也不会怪我，他不是科班的。所以后来压力有一点，但是不是很大，还是比较放松、比较自然的。其实我可能跟我演的角色的性格方面还是有那么一点相似的地方，比如说这种帮朋友出头啊什么的，我还是会做这种事儿的。有过一次，我说放学回家，我家旁边有一个小胡同，比较黑，但是那天里边就特别多的人。我放学回家路上路过的时候，我就看，哎，人这么多，我就好奇，我进去看，我看怎么回事，然后我看这边好像是有个15、16个人嘛，然后围了一个人，我一看人是我同学，但是还不是很熟吧，但是他认识我，我认识他，我是同学。然后我就问我说怎么了呀？我说他们好像是放学不让回家要打我。我说那不行，我说你们人也太多了，咋的？我说不行，我说我就拉我同学，我说走，我说你们这太欺负人了，我哪有10几个人打一个的？结果就变成了10几个人打2个。做了演员之后呢，不仅是我事业上的一个转折点，同时也给我的生活上带来了特别大的变化。有一天微博上突然有了3000多条评论啊，给我吓一跳。我也想3000多条评论，我以前评论大概就有3条。
我想有好多人就是知道我了嘛，然后开始给我评论了。再到后来就是到了这个机场啊，会有人来送我坐飞机，我坐车回家，后面或者去酒店去活动，后面最多好像看到过6、7台车。我一开始不知道那是跟我的，第一次之后才知道那是跟车的。到后来慢慢演变成，到哪儿都跟。后来我有一次回家，我这台车的司机开得特别猛，好像就激怒了后面车的司机，然后后面车就做出了一些比较偏激的行为，比如说上来别车呀，然后就过来下车拦着不让走啊，说出一些这些事儿。就算你们不对我的这个安全负责任，你们要对自己安全负责任吧。他们开车开得都很猛，而且车又破，然后安全系数都不是很高，又没有气囊，你们不系安全带，开那么快，你没事最好。一旦拐弯拐急了、翻车了，怎么着了？你说我怎么跟你们家长交代？我们孩子是跟着你翻车了，那你是不是得给我们孩子负责任，对不对？而且我也不希望我每次我的，比如说到家了，私生活受到了过多的关注吧，对吧？还是要给我一些私人空间的。所以就是呼吁大家理智追星，不光是我们的，或者是追别人的，就是最起码对自己的安全负责，好吧？大家可能是通过网络上或者一些影视作品来认识我，但是我不会止步于这些。我个人是希望有一些更优秀的作品，然后以后可以给观众还有粉丝们带来更多好的，比如说电影、电视剧啊，或者歌曲啊，然后来呈现给大家。节目组给我这些标签儿，男友力可以不撕，对吧？硬汉也不用撕。阳光小爷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就阳光啊，那儿也可以不撕。然后鲜肉我要给撕掉，但是为什么呢？因为我本身我觉得我不是个鲜肉，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从小我就一直没把自己当成一个说比较嫩啊、比较软的男孩子，比较爷们儿，所以鲜肉不要。虎牙萌不用撕，因为虎牙是我的一个特点吧，我也蛮喜欢我的虎牙的，虽然有点硌嘴。暖男的定义是什么呢？体温比较高吧？那我暖男。所以现在到最后这个最大的爆款男神，爆款男神撕还是不撕？我觉得男神可以留下，爆款实在是不适合我，这个太重了，我扛不住。好吧，我把男神留下，这个。现在是互动问答环节，节目通过微博向网友征集的一些问题啊，这些数字越大，然后后面的礼物数就越大，同时节目组也会送出相应的礼物。选6，先选6。请现场自由发挥，笑不露齿，笑得苍凉，邪恶的笑，皮笑肉不笑，苦笑生无可恋的笑。自由发挥，笑不露齿，好难啊，我觉得。笑不露齿，那个笑不露齿就是正点到，笑不露齿，笑得苍凉是怎么笑？谁能给我解释一下？这是这笑得苍凉吗？邪恶的笑，皮笑肉不笑，生无可恋的笑，生无可恋的笑，你就帮我 P 3条黑线在这里就好了，好吧？就勉强让我过关好不好？这个太难了。
4。有人先生，你多久没喝野酒了？你现在的生活开心吗？理想型为啥一直变来变去？这样子的话，粉丝整容都赶不上。多久没喝野酒了？没有很久啊，我可能没在马路上喝，但是我可能平时自己会稍微喝一点啊，这个不用担心。现在生活开心吗？开心吧，也有很开心的时候，也有当然也有不开心的时候嘛。但总的来说还是开心的。理想型为啥一直变来变去？我理想型没有变啊，我理想型只是在叠加叠加那个标准啊，对不对？理想型最基本的还是那些，只是后面我可能某天突然想到每个更好的那个词，我就添上去。首要是孝顺，你要对我爸妈、对你的父母、我的家里的老人，首先你要好，有耐心，你要能孝敬他们。然后就是在我这方面，就是我们有很多共同话题，我们能聊得来，然后尽量避免去争吵，然后互相能理解，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其他的嘛，其他的真就是看时间、看缘分。下面看3。我想知道景瑜对黄景瑜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无法亲吻自己帅气的脸庞的看法是什么？我的看法是，你说的对，太遗憾了，我只能没事亲亲自己照片。很开心来到这里，然后也跟大家分享了我这从小到大的一部分经历，很开心吗？你们开心吗？开心。好，你们开心我就开心，好不好？希望以后有更多这样的机会，可以让更多的人认识我、了解我。好，那我就谢谢这个优酷，谢谢全明星，谢谢大家。我经常的这个。看这网友对我的评论，没有你爸什么都不是，我听心里去了，我怎么着我出去给人修脚去。说郭麒麟现在这么火，你看他说的相声多么的恶心，真的，我想说你这个行为多么的恶心，是吧？我小的时候呢这很正常，小学4年级的时候就喜欢姑娘，真的很正常。我们属于爱的比较深沉的人，他们主要是想当德云社少奶奶。岳云鹏他有什么癖好啊？但是我估计现场很少有观众知道这事儿。他要是再这样，我们嫂子估计就该抽他了，你知道吗？